云霄轻声问：这般说可有不称之处？云霄道友，咱们要实事求是，非圣人者如何无过？云霄的笑意更多了一些，步子也更为轻盈，柔声道：那你做事有时瞻前顾后，总是拘泥于规矩二字，谋略算计有时过多，显得有些深沉。我这般说，你可要生气了？这个被你这般说，失落还是会有一些的。那到我说了，我眼中的你不同于凡尘，不落于云端。当初三仙岛上初见你时，就突然这位仙子我好像是在哪里见过。后听你训斥琼碧两位仙子，又觉得你处事有度，行事稳重，颇有大姐之风，在你身旁便觉颇为心安。好了，云霄打断了他的话语，白皙面颊闪过了少许红晕。你这些话平平无奇，怎地让人听了这般心紧啊？那你也可说我的不足之处啊。土洞中结交一群男仙女仙，顿时数千耳朵，李长寿几乎随口就来，毫无缺憾，没有不足。有一说一啊，本身确实如此，就是深州站着几个因果黑洞。云霄不由转过身去嗔道：你这人当真？李长寿连忙赔礼，不多时便逗得云霄转过身来，笑意更浓，柔情更甚。土洞之中，多宝道人沉吟几声，小声问：你这不是前后矛盾吗？你刚说了啊，非圣人都有不足，后面又说这般话。大师兄，这你就不懂了。金光圣母哼了一声：哼，这就是这位人教弟子的厉害之处，怪不得便是云霄姐姐也被他糊弄了。金灵圣母淡然道：不错，若刚才这位海神说了几样缺点，怕是都会让云霄师妹不喜，此正是其高明之所在。李长寿满头的黑线，哥在上面真心实意的谈恋爱，你们在下面记笔记也就算了，还一个个的现场讲解，这算个啥呀？不过此时第一步已经是完成了，话题的主动权已经是牢牢地掌握在李长寿的手中。不只是与云霄相谈，便是结教心的注意力也被他牵在指尖。切入第二步，以进为退，制定标准。桃花林中，李长寿折了一枝桃花，插在玉箫中，轻轻地晃着。云霄，你可想过，若你我结成道侣，会是哪般情形？云霄仙子不由一愣，也是第一次有了明显嗔怪的口吻，他柔声道：怎的突然说这些啊？我与你此时只是相熟，虽彼此有心意，但此路漫漫，言之过早矣。李长寿先是松了一口气，赞叹当真不愧是他看好的仙子，竟然是丝毫不乱，思路如此清晰。但是随之李长寿就有点无奈，这要是真的跟云霄仙子好上了，莫不是恋爱长跑8个圆会，婚前准备8个圆会，订婚8个圆会？想个桃子啊想。按此前的计划，李长寿继续循循善诱。见李长寿的面色有些失落，云霄略微思量，又轻声道：但你我只需平日多见多言，自会快一些的。李长寿刚要接话，突然觉得自己指道人脖子上的刀又多了2把，他温声道：我也想与你多见。那些可爱的刀儿顿时离着他的指道人脖颈也稍微远了一些。那我们每500年一见，可吗？500年，猴子都能熬出狱了。哎呀，这先天圣灵跟后天圣灵谈恋爱的一大阻力，看来就是这有些不对称的时间观念了。
虽然李长寿对此毫无异议，甚至想要举双脚赞成，然而那几把刀又……其实不必这般拘束。若你想见我了，就来寻我；若我想见你了，便去寻你。只是你经常闭关，我也不知会不会打扰。已到了这般境界，闭关只不过是不想让自己闲下罢了。你随时可来岛上，我500年去寻你一次，可好？都依你就是。我有一些想法，云霄你可愿听上一听？云霄轻轻颔首，眸子闪着光亮。李长寿笑道：你我之间也是一场修行，成道侣便是道果，今后这一路也当分些境界，这就是制定标准。云霄不由来了兴致。这还有哪般境界？也是有的。我将其分为好感境、心动境、升温境、热浪境、姻缘境。姻缘境若大成，自是道理。这几个境界又该如何区分？李长寿清了清嗓子，仙石扫过土洞处，自然是捕捉不到任何的痕迹了。结教保重啊。他笑道：倒也简单，彼此相见相闻，觉得对方不错，合眼缘，合心性，愿与对方交谈，这便是好感境。桃花林，云霄缓缓点头，颇为认可。土洞中，结教男仙女仙相互对视一眼，各自若有所思，大半面露恍然。那些拿着玉符的一字不差将这些都记了下来。就听李长寿继续道：二者互有好感，境界晋升最快；若单一有好感，需要多费一些周折。彼此相谈数次、数十次，又寻到对方的闪光之处，一旦心底泛起，就想跟他多相处，想与他多言说，这便是心动境。某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青丘狐女默默地呸了一声。云霄柔声道：那你我应是属于升温境了。升温境便是指彼此关系愈发融洽，交流无碍，道心相近。这个境界可以极快，也可以十分缓慢，不一而论。那如何才是热浪境？便是心中火热，愿意为彼此做事，容不得旁人污蔑心中之人，也容不得自己心上人受委屈，这就是心如热浪。在这般基础之上，愿意为对方奋不顾身，不顾因果，这便是突破，迈入了姻缘境。云霄面露恍然，仔细的思量，又颇为认真地说道：那你我还要继续修行，此时我尚做不到为你不顾因果。这个其实不用说出来的。此事急不得。李长寿笑道：云霄，你与赵公明兄长还有2位仙子，虽非男女之情，也有奋不顾身之情谊，这却是让我最为羡慕的。老子在上，妹妹2个字我是当真喊不出来啊。云霄道：我可多问一句吗？问便是。你与你师妹可是已到了姻缘境？云霄轻轻眨眼，几乎只是一瞬，土洞中刀光剑影，一把把刀剑架在李长寿的脖子上，甚至其中还掺杂着某先天至宝的气息。这是送命题呀！但这事儿李长寿如何敢乱说？此时说的每一句话，说不定今后都会得到印证，尤其是在这件事上。李长寿此刻只能顶着漫天的压力。还差一些。他修行这才多久啊？也是我一手带大的。我与他朝夕相处，心底自然对他有几分喜爱，只是他性情还是太过跳脱，远不够成熟。怎么办？接下来应该是第2道，选我还是选他的送命题了吧？云霄仙子怎么会突然就……果然女子都绕不开这个问题。那就好。云霄轻轻松了一口气。来了。李长寿的心底一阵哀嚎，
已是准备高呼我为人教流过血，我为人教挨过揍。但是云霄说道，若有机会我也当与他见一见。李长寿的额头冒出几个问号。云霄仙子这话几个意思啊？师妹与我也算是青梅竹马，你莫非介意此事？自是介意的。云霄目中带着星光。但你我之事并非你有意招惹，是我对你先动了情念，这便已经输了你一阵，只能咽下苦果了。此事也没什么好争抢的，道侣终究不过是相伴修行，互相扶持。今日你在此地等我，应当就是有老师之授意，多宝师兄之安排。而我此时私心作祟，也不愿拒绝老师与多宝师兄的美意。可凡事都要讲个道理，总不能因我之思念而让你断了原本的情念，那岂非太过蛮横？李长寿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仰头看着空中的云朵，怅然道：莫要再说了，若是再这般说下去，我当真就要热浪了。云霄被逗得是轻笑连连，在李长寿的眼中，他宛若散发着柔光。咱们不如交换一件信物，如此也可时常念起。啊，对了，我还有一幅你的画像，是玄都师兄带给我的。啊，那我可否回去也画一幅你的画像，挂在我修行之处？云霄目光一一看向侧旁，小声道：此事随你的。言罢，他在袖中取出一只荷包，其上绣着一朵云彩，左手探向肩后，结了一缕青丝，将青丝包在荷包中，以禁制风阵递了过来。李长寿双手接过，思前想后，在袖中取出了一只铜钱，便是那落宝铜钱中的一只，递给了云霄。云霄忙道：你怎的还要赠我灵宝？你我相交，应清淡无力才是。此物放你这儿，我最安心。李长寿又拿出另外一只铜钱，目中多了少许的温柔，笑道：他们也分阴阳，最是应景。云霄这才是不多推辞，将落宝铜钱收了起来。轻赠一缕青丝，我还一份因果。只是云霄并不知道这铜钱蕴含着哪般深意，而李长寿也不会多去解释。是了，此物于你，还要请你转赠你师妹。言说中，他将头发上的发钗取下，递给李长寿。李长寿顿时不知该如何言说，只能将发钗接过。他接受过的教育，不允许他做出这种脚踏两条船之事。某不起眼的诛仙四剑开始轻轻颤鸣了。通天教主老爷看人真准。李长寿扪心自问，不提头顶悬着的这诛仙四剑，脚下潜伏的一把把刀刃，这般女子如何能拒绝啊？当云霄说起，不如就当着他的面作画，让他看看李长寿的功力如何。李长寿含笑答应一声，刚拿出一只空白画轴，呀！高空中突然传来了一声略带惊讶的呼喊，旋即就见一朵白云匆匆从西面而来，云上跳下了一名面貌堂堂、蓄着美髯、身着铠甲的道人。二妹，老弟，你们在这儿干啥呢？还要画画吗？怎么啊？第3步，请援破局，平稳落地。此地聚着数十位邪教仙，若是暴露了，今日定会无比的尴尬，双方谁都下不来台，极有可能会赶鸭子上架。这个时候呢，就需要一个及时出现的搅局者。李长寿早已经暗中用指道人请动赵大爷，简单言明利害，请他来此地一趟。赵公明急公好义，义薄云天，一听此事，立马就马不停蹄地赶来此处。大哥。云霄欠身行礼，李长寿做了一个道揖，前辈。赵公明抚须笑着，目光多是促狭。怎么样，没打扰你们吧？啊？
云霄道一句：“我也该回岛上了。”与李长寿四目相对，便是说了千言万语。但无论他如何淡定，背影如何飘渺，走得如何迅疾，都掩盖不住他走时脸颊微微的红晕。李长寿注视着东海，心底一阵忧愁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跟截教牵扯越来越深，与云霄因果被打上了死扣，但是自己还无法拒绝，更不可能直接挑明。哎呀，这就是圣人的算计啊！通天教主，此举必有深意。李长寿此时能做的最大努力，就是用分层的方法，让云霄清晰地认知到他们之间的关系，也将此事向后拖延。因缘大因果，当真是难算计。一张大手突然就摁住了李长寿的肩头，赵公明笑呵呵地凑过来，一拳打在李长寿的肋骨，自然是没有用太大的力气了。行啊，你这家伙不声不响，我二妹就对你李长寿额头见汗，连忙陪笑几声。正此时，身后突然有一道杀气惊现，李长寿转身看了几眼，顿时额头挂满了黑线。大批截教仙出现在桃花林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手持刀剑。金陵圣母拿起了龙虎如意，多宝道人拿出了一只口袋。各位，李长寿连连后退，多宝道人啧啧一笑。虽然你是按照师尊的意思来做的，但是怎么就感觉你这般欠揍呢？这一群人影发出一阵阵的狞笑，不知此前具体的赵公明也识趣的后退了几步，及时划清界限。且慢！李长寿抬手喝止，正色道：“各位莫非不想知那姻缘境之后还有哪般境界吗？”截教众仙顿时愣了一下，而李长寿淡定的一笑，却是不再多说。左手掐了一个简单的法诀，一缕火焰自胸口燃起，就听呼的一声，这身形瞬间被火焰点燃，转眼就化作了一捧灰烬，随风消散。